母亲带着女儿去赶集，逛街逛得正高兴呢，女儿突然尖叫一声，然后大哭了起来。原来是一个小男孩在女儿的臀部扎了一刀，血流不止。小男孩扎完人之后并不害怕，也不逃跑，看着少女身上的尖刀，他是嘿嘿嘿一个劲儿的傻笑。赶集的男女老少好多人都围过来了，大家一看认识，这行凶之后还傻笑的孩子是镇上朱财主的傻儿子朱小愣，而那受伤的少女则是神医李郎中的女儿李婷婷。李郎中的夫人马氏愣了片刻之后，她背起女儿就跑回了家，让丈夫赶快给女儿治伤。李郎中李生阳是本地名医，医术自不必说，可这一刀扎得太不是地方了，伤好之后女儿婷婷很可能会成瘸腿。姑娘今年年方15岁，马上就到了许配人家定亲出嫁的时候，这要是成了瘸子，可如何是好？砰砰砰！正这时候有人敲门，来的是巧嘴王媒婆。恭喜李郎中，贺喜李郎中啊！我是来给您报喜来了。李生阳眉头一皱，心想镇上所有人都知道我女儿婷婷刚刚受伤，你怎么能开口说报喜呢？王媒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喜从何来？王媒婆是个人精，一眼就看穿了李郎中心中所想。李神医，我知道您家千金受了点伤，不过您是神医呀，自然能很快把女儿的伤给治好。我来真的是有好消息。说这话，王媒婆也不客气，自己拉了把凳子，扭屁股往上面一坐。我是来给婷婷提亲的。哦，不知道对方是哪一家？说出来您可别不信，就是咱们镇上的朱财主朱一头老员外。您是知道的，他可是全县首富啊。李生阳听到这儿心里很不痛快。那朱一头是什么人？欺男霸女，巧取豪夺，奸诈无比，是作恶多端呀！我怎么能跟他做亲家？又一想，不对，那朱财主是老来得子，就那么一个傻儿子朱小愣，今年好像是才8岁，跟我女儿的年龄也不相当呀。李生阳哪里能想得到，就在今天，朱财主的儿子朱小愣在集市上用刀伤人，扎伤了婷婷之后，朱一头很快便得到了消息。他让管家率领家丁急匆匆就找到了朱小愣，把他带回府中。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就会给老子惹祸，不过这事儿也怪你娘，怎么能让你天天拿把刀当玩具呢？说话同时，朱财主用手摸了摸儿子的后脑勺，非但没有责罚朱小愣，相反给了2块好吃的点心，让丫鬟领着儿子到后院去玩了。这时候马管家把嘴凑到朱一头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就见朱财主听完之后是眉开眼笑，好，很好，这个主意不错，快去请王媒婆。马管家说的什么呢？他呀给朱财主出主意，叫王媒婆去提亲，要让李郎中把女儿嫁给朱财主做妾。等王媒婆如此这般说明白来意之后，李生阳咬牙瞪眼，是勃然大怒，啪！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刚分拣好的药材被震得老高撒了一地。混蛋，畜生！那老东西已经快70岁了，家里有9房妻妾还不满足，今天竟然欺负到我的头上。本来他儿子用刀伤了婷婷，我不打算追究，现在看来是非要告到官府不可了。王媒婆跟李郎中也算是熟人，都在一个镇子上住着，还从来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呢。那就算了，您消消气儿，您消消气儿。王媒婆站起身来，扭着屁股离开了李郎中的家。什么？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朱财主听完王媒婆的叙述之后，差点被一口茶水给呛着。小小的一个穷郎中，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反了他了。朱一头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，几年来那县令侯永生没少从朱财主这儿得好处，2个人平日里都是以兄弟相称，他怎么会怕李郎中去告他呀？但是一连等了好多天，也没见李郎中去县衙，还是天天在家坐诊给病人们看病。
马管家就又出了个主意，让朱一头先发制人，以攻为守。朱财主点头说：“这个计策非常好，过瘾呐。”于是依计行事。朱财主最小的小妾苗凤仙这天晚上就来到李郎中家看病。李生阳已经躺下休息了，让他明天再来。苗凤仙说自己难受的厉害，等一晚上的话实在是受不了。李生阳无奈，只好穿衣下床，点亮油灯，然后开门将苗凤仙让进了屋内。刚一进屋，还没开始诊脉，非礼呀，臭郎中非礼啦！就见苗凤仙扯破了自己的衣服，高声叫喊。很快邻居们都跑过来看是怎么回事。没等李郎中分辨呢，人群中冲过来几条大汉，就用绳子把他给捆上了。乡亲们一看都认识，这捆人的大汉全是朱府的家丁。朱财主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加害，把李生阳送进县衙，交给了贪官县令侯永生。啪！嘟！李生阳，你可认罪？李郎中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紧咬牙关。小民无罪。哎呀呀，想不到这个小郎中瘦小枯干，还是个硬骨头。县令侯永生心中暗想，不行，要是按照平常往日的习惯，管你招供不招供，我收了朱一头的银子，肯定得替他办事儿。但是这回我得小心点儿。怎么？那朝廷派下来的钦差大臣户部侍郎刘哲庸，最近正在府衙督办赈灾粮的事情，顺便巡查各地，指不定哪天一高兴就能跑到我这儿来。要是被那铁面无私的刘大人给抓住了把柄，我可就玩完了我。想到这儿，侯永生一拍惊堂木，啪，将被告李生阳押了下去，在本县择日再审。哎，这个老狐狸给自己留了个退身步，他这叫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等那钦差大人刘哲庸回京之后啊，我再说吧。我贪官县令侯永生想的倒是挺美，可事情哪能按照他所算计的去发展啊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县衙门前汇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全是老百姓，大都是本地人，也有从附近邻县赶来的。有些是李郎中给看过病的，也有不少是没让李郎中看过病的。大家伙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说李郎中他是个好人，要求县令赶快放人。大胆，都是刁民。三班衙役有在，全体出动，给我把这些个刁民全部赶走。嘿，侯县令还真是威风，可威风了没有一盏茶的功夫，只听县衙的大门咣当一声就倒了。原来是老百姓见官府要使用武力对待他们，众人一哄而上，便冲散了那些个当差的，直接推倒大门，冲进县衙，找到牢房就把李郎中给救出来了。李郎中非常感动，乡亲们，我谢谢各位了，但是我李生阳不能就这么走啊！我劝各位赶快回家去吧，免得让你们也被治罪。这里毕竟是官府，我要是现在一走，有理也变成没理了，所以我不能走。相信县令大人会给我一个公道。咣咣咣！正这时候，县衙门外忽然响起了锣声，原来是钦差大臣户部侍郎刘哲庸突然袭击来巡查了。县令侯永生吓得屁滚尿流，赶忙出门迎接。卑职不知刘大人驾临，迎接来迟，望起恕罪。说完赶紧跪在地上，蹦蹦蹦响头碰地，脑门上磕出了一个大包。钦差刘大人见县衙里全是老百姓这么乱，他就干脆没进屋，直接在院子里站着，就问起案来了。3天之后，贪官县令侯永生被革职查办，恶贯满盈的朱财主朱一头被关进了府衙大牢。老百姓告他的状纸能有一车那么多。钦差刘哲庸大人命令王知府抓紧审理此案。李郎中李生阳被无罪释放，回了自己的家。不久之后，女儿婷婷的刀伤痊愈，幸好没有留下后遗症，腿脚走路与受伤之前没有两样。第2年，
有媒人提亲，李郎中就把女儿婷婷许配给了新任县令的儿子，成了亲。因为这位新县令啊，他是个清官。